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場非常特別的分析，可以說是一場針對一個國家靈魂的考古。我們要探討的是一本小說要如何像一套作業系統一樣被安裝進整個國家的集體意識裡，不只定義了他的身份認同，甚至還定義了他的創傷。阿爾及利亞詩人薩米拉內格魯士的這句話，為我們今天的討論定下了一個很深刻的基調。他說：“沉默是一片風景，而我的祖先沒有邊界。”這句話其實像一個謎語，它暗示着在我們即將探索的故事底下，存在着一片很廣闊、無言，甚至是被刻意遺忘的歷史，而且這段歷史是無法被國界所限制的。我們的分析將會圍繞這兩個核心問題來展開。這不只是一次文學賞析哦，它更像是一場偵探調查。我們要從文字的線索裡面去描繪出一個國家的深層心理結構。好，現在就讓我們拿起放大鏡開始調查。我們調查的第一個證物指向了一個非常具體而且充滿暴力的歷史事件。這是我們進入整個故事的切入點。一切都要從一條流淌着看不見鮮血的河開始。時間回到1961年10月17日的巴黎。那天晚上，法國警察對那些爭取獨立的阿爾及利亞示威者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暴力鎮壓，數百人被殺害或打傷，其中很多人的屍體就直接被扔進了塞納河，從此消失在歷史的暗流之中。OK， 所以現在這個關於河流的隱喻就變得非常重要了。你看，塞納河表面上是巴黎的浪漫象徵，但在那層光鮮的底下，它是一個承載着國家暴力與被壓抑歷史的沉默見證者。但與此同時，對於那些流亡的阿爾及利亞人來說，他們心中還有另外一條乾涸的魯梅爾河，那條河象徵着那個回不去的破碎的家園。所以你看，一條河代表着被隱藏的創傷，另一條則代表着痛苦的記憶。接下來，我們把視角轉向那些親身經歷這段歷史的人。我們要探討的是一位流亡作家的心理狀態，他如何被困在這兩條河的記憶之間。這位作家叫做馬利克·哈達德，他的處境非常特別。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的祖國正在浴血奮戰，你卻住在敵國的首都巴黎。就在1961年，也就是巴黎大屠殺發生的同一年，他出版了最後一本小說。書裡面充滿了一種無力感，一種跟家鄉、跟自我都沒辦法溝通的絕望。寫完這本書之後，巨大的創傷和矛盾讓他徹底沉默了，再也寫不出任何東西了。哈達德的沉默其實源自於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靈魂層面的無家可歸的狀態，也就是所謂的內在流亡。這不只是地理上遠離家鄉而已，它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異化，就是當你感覺自己跟過去文化，甚至是自己用來思考的語言都脫節的時候，你的內在世界就會開始崩塌。如果說哈達德的內在流亡是一種症狀，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去追溯造成這個症狀的病毒原始碼，也就是那個形塑了整個阿爾及利亞身份認同的，如同國家神話一般的文學作品。這部小說就是卡提布雅辛的《納吉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阿爾及利亞文學的創世紀，或者是理解這個國家集體心理的一把鑰匙。它就像一個幽靈般的預言，比哈達德的小說早了5年，卻已經寫下了後者即將面臨的所有痛苦。納吉瑪這個詞在阿拉伯裡是星星的意思。在書中，她不只是一個女人，她是一個象徵，一個原型。她代表了那個理想中的完美的，所有人都渴望回歸的祖國。但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樣，你可以看到它，卻永遠無法真正擁有它。它是永恆的追尋，也是永恆的失落。這本小說的結構本身就是一種創傷的展演。我們可以把它拆解成4個核心代碼。第一，4個男人，他們代表分裂的社會，都愛着納吉瑪，卻彼此猜忌鬥爭。第二，一個缺席的女主角納吉瑪本人，她幾乎沒有自己的聲音，完全是別人投射的對象。第三，一個被拆解的部落，象徵着被殖民者摧毀的共同體根基。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是整個故事的敘事方式，它不是線性的，
而是不斷重複循環，讀起來就像你困在一個走不出去的迷宮裡，讓讀者陷入一種暈眩感。這完美的模擬了創傷記憶不斷閃回的那種心理狀態。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哦。納吉瑪的影響力並不僅限於他本身，他像一顆投入湖中的石頭，激起的漣漪影響了好幾個世代的作家。他開啟了一場漫長而且深刻的文學對話。這就像一場思想的接力賽。1956年，亞辛確立了這個國族神話的基調。5年後，哈達德從流亡者的視角寫出了這個神話底下的沉默與痛苦。到了80年代，另一位作家米穆尼又進一步探討了這個神話中關於詛咒和歷史錯位的主題。他們雖然身處不同年代，素未謀面，卻仿佛在共同書寫同一部史詩。這種連結並不是巧合，他們共享了一套超越法語或阿拉伯語的象徵體系，一個共同的對話宇宙。他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不斷地去回應、去拆解、去重寫由納吉瑪所提出的那個巨大而根本的問題：我們的家到底在哪裡？這引發了另一個思考：這個源自半個多世紀前的文學創傷，對今天的阿爾及利亞又意味着什麼？當一個國家不斷在舊的創傷循環中打轉時，它該如何尋找一顆新的星星來指引方向？2019年，阿爾及利亞爆發了大規模的和平示威，因為過程高度和平有序，也被稱為微笑革命。數百萬人走上街頭，要求政治改革。這仿佛是新一代人試圖擺脫舊有循環，書寫全新篇章的一次嘗試。但現實是，舊的模式很難被打破。就像納吉瑪裡的循環敘事一樣，社會似乎也陷入了希望與幻滅的重複循環。這背後的根本原因，或許是這個國家從未真正完成心理學上所謂的哀悼的工作。也就是說，他們沒有真正去面對和處理那些連續的創傷，從殖民、內戰到後來的獨裁，這些傷口從來沒有被好好的清理與告別。這就導向了一個更普世的問題。不僅是阿爾及利亞，當任何一個社群發現他們賴以生存的舊神話、舊地圖已經失效的時候，他們該如何創造出一個能引領大家走向未來的全新的共同故事？這是一個極其艱難的挑戰。回到最初的意象，那條沉默的、承載着秘密的河流，或許答案就在這裡。歷史的創傷不會自動消失，它需要有人去傾聽、去理解、去轉化。只有當新一代人願意潛入歷史的深水，打撈起那些被遺忘的故事，並為他們賦予新的意義時，一個國家才有可能真正的寫下新的篇章，找到那顆屬於自己的、能夠觸及的星星。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首先，重大的歷史創傷，即使被官方壓制，也會像幽靈一樣存活在文學與藝術之中，等待被重新發現。再來，一本結構獨特的小說，完全可以成為解讀一個國家集體心理創傷的原始碼。它的敘事本身就反映了社會的心理狀態。最後，這個文學原始碼會開啟一場跨世代的思想對話，激勵後來的創作者不斷互動，為國家的未來尋找新的答案。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